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，不知不觉我跟了这节奏。需要勇气来面对有点蜚语。2024年的春天，大陆人的我终于踏上这片无比熟悉又陌生的土地——台湾。这里保留了许多我们的过去，也预示着许多我们的未来。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。我现在呢，准备离开印尼，前往台湾。说起台湾，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，有着浓厚的一笔。我是看着琼瑶阿姨的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《还珠格格》长大的，青年时候呢，又是看着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、薰衣草，听着周传雄、周杰伦、张惠妹的歌，多么美好的年代！正处在改革开放，我是1987年出生的，这年呢又正好是台湾的解除戒严，像花一样的年代啊，百花齐放。我觉得那时候呢，就是中华版的文艺复兴啊，收拾一下思绪吧，我已经太激动了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台湾。台湾由欧亚大陆板块、冲绳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挤压而隆起的岛屿，地貌生态丰富多元，面积3.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2300万，其中700万居住在台北的都会圈。在5万年前已有人类居住，从宋朝开始便有汉人在澎湖群岛开垦，经历了荷西、明郑、清朝、日本时期，再到国民党退守台湾，所以其饮食文化融合了原住民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清朝的闽南客家文化、日本料理及国民党带来的大陆各省饮食文化而形成的独特美食台菜。现在呢，已经释华入境桃园机场了，准备前往台北。台北呢，也是台湾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教育中心。有接近1/3的人都生活在台北都市圈。那么我们上无人机。台北在荷西和明郑时期还是一个小渔村，直到1876年清朝成立台北府，台湾的重心才从台南慢慢转移到台北。现今已发展成2457平方公里、人口700万的超级都市，成为台湾的金融、政治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中心。台湾这边的旅游做得很好啊，一进来呢就可以去抽奖，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参与感。帅哥想问一下，这边的中奖概率高不高的？实际概率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大概10个抽奖有2到3个。哦，这样子的哦，好，谢谢。运气不太好啊，没有中奖啊。听说最高呢是可以中5000块钱的悠游卡，相当于是香港的八达通，可以坐车，也可以再去便利店消费的。没办法，只能在这边取钱了。这里呢也是可以用银联取钱的啊。我取了2万台币，扣了4600，然后再加58块钱的手续费。这边的面值是一张就有1000了啊，面值非常的大。柜台这里就是可以办电话卡的啊，15天的价格是700台币，然后不限流量的。这是4G 卡，5G 卡的话就贵很多。在这里可以坐机场快线去市中心，可以看到这边是非常便捷的，有中文、英语、日语、韩语，哇，好多种语言啊，西班牙语都有啊，还有印度尼西亚语。给大家尝试一下，请投入现金。到台北站是要150台币，和深圳的地铁票差不多啊，不过它是紫色的，深圳的是绿色的。已经到台北站出地铁了，这里是他们的国立台湾博物馆。乘坐台湾的
公共系统给我感觉他们是非常的注重细节的，包括我那个车厢呢是有那个急救的 AED， 还有无线的充电的，还有免费的 WiFi 等等吧，非常多的细节。现在把行李放下来，来当地的一个市场逛一下。像这边的价格是按一把一把卖，是一包卖的。像这个一把的，这是芹菜吧，价格是25，然后这个香菜是20，这个是龙须菜25一把，圣女果也就是小的番茄，像这种是60一盒，像这边是80一盒，150两盒。这个要沾芥末。哦，这个要沾芥末，这个就是那个虱目鱼肚汤。哦，虱目鱼肚汤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卤肉饭，哇，真的非常的有市井氛围啊！非常的感谢老肖带我来吃这个。有同志也欢来嘛。对。谢谢。来台湾呢，一定要尝试一下这边的卤肉饭，先试一下。这个卤肉饭非常的入味，而且肥而不腻的。像台湾这边的早餐，他也是会喝这鱼汤的吗？不一定，看习惯。看习惯啊。通常是做出我的比较会这样吃。来这边的虱目鱼，对，这家虱目鱼做的还是不错，而且它是没有泥土味道，它也没有腥味的哦，吃起来就跟吃海鲜差不多了。对，肉也是很结实，但是它就是刺多了一点点。对，尝一口它的汤。虱目鱼的制成就是，这个汤是加了那个姜丝，哇，也是很鲜的这个汤啊。这里呢就是台北的公交车站。上车。在台北的公共系统是非常的便捷的，可以坐他们的捷运啊，还有这些大巴车，都可以用这个悠游卡。这边单次坐大巴车的话，价格是15台币，它是上车要刷一下卡，然后这边下车也要刷一下卡。可以看到它的设计有很多的细节啊，包括那里呢是可以给轮椅的人使用的，然后这边是大门口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紧急出口。我现在所在位置呢，就是台北的老区，也是曾经的市中心啊。这条街呢，就是迪化街。可以看到他们的门面啊，好像清朝时候的那些洋楼啊。没错，在清朝的时候呢，这边已经是三股营级了。当时呢，主要经营的是像稻米啊、樟脑啊，还有茶叶的贸易。当时的 Formosa 茶叶远销美国。迪化街初建于咸丰年间，台北重要的南北货、茶叶、中药材及布匹的集散地，也是大稻埕地区最重要的市街，与南边的艋舺地区形成当时台北最重要的经济中心。其发展史亦是台北发展史的概括。一天工作多长时间？一天工作9小时。哦，9个小时。那您是台北人？来尝一下台湾的烧仙草，还送了这个饼干给我试吃的，这个应该是抹茶味的，非常的香酥，还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。哇，这个料很足啊，而且暖暖的，刚好现在的温度呢是在20度左右，刚好啊。而且它吃起来不是那种很甜的，是带着一点点中药草的味道。非常的舒服，喝这个，还有绿豆、红豆，再放了一点花生米在里面，口感层次非常的饱满丰富。刚刚那个美女呢，一天是工作9个小时啊。在台湾呢，最低的时薪是183台币，最低的月薪好像是27400多吧，接近6000多是最低的薪资啊。当然，它平均薪资是不止的。在迪化街旁边的这座城隍庙是非常的有名的，最灵验的就是他们的月老了，随手可以看到好多的单身美女在这边求姻缘的。这里呢就是永乐市场，台北最早的布料批发市场。现在呢1楼呢就是小吃，然后2楼、3楼就是卖布匹的。
在8楼、9楼呢就是戏院，可以看1楼的小吃店，好火爆啊，生意，我就不排队了。等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吃的，实在太火爆了，所以我就买了拿出来外面吃。这个萝卜糕呢，原味的是150，我这个是加了干贝的话是220台币。尝一口，味道不错啊，里面那个料很足，但是可能有点冷了，那回去加热一下才好吃。但真的很实在啊，里面全部是料。2楼就是卖布皮批发的啦，可以看到也可以散卖的啊。哇，这是以前最古老的一个市场了。在台湾呢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可以看他们的路名，有这个南京路，刚才过的时候有看到有宁夏路，还有长安路，还有重庆路等等。在大陆的各个城市的地名都拿来做他们的路名了。从迪化街往河边走，有一个延平公园，是他们的市民公园吧，非常的宁静、安静、舒适啊。走到了河边，这里呢就是他们的淡水河，也是北台湾的母亲河，那边是有出海口的。其实说起台北啊，在荷兰跟郑成功时期的时候，它的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不是在台北了，是在台南的。到了清朝，才慢慢有人来到了这边来开垦，种水稻啊、茶叶啊，然后还建了一个台北城，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才慢慢的转移到了这边。然后当时的货物啊，就是在前面那个大稻埕码头运往世界各地的，所以说这个区域也是当时的商业区，非常的繁华。从迪化街一路慢慢的延伸到南边的艋舺龙山寺那一块，都是山谷云集的。从迪化街呢往南走，这里呢就是西门町，听名字知道啊，这是一个日本名字啊。在清朝的时候呢，输了甲午战争，被迫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。当时的日本呢，继续是延续了台北作为台湾的政治中心。在日据时期啊，为了效仿东京的浅草区，在这边规划了一个休闲娱乐区西门町。在这里呢，就修建了台湾的第一座戏院东京堂。在1908年，又修建了第一座大型的商场八角堂。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把它的那个头咬掉，然后咬一咬，咬到你感觉没味道了，你就再把它渣吐掉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然后你那个汁，如果可以吞下去啦，对，但是看你要不要吞。哦，第一次最好就不要吞了，对哦。因为你没吃过，是对，没吃过，因为你会发热，哦，这样子的，因为你没吃过。来到台湾怎么能不是他们的槟榔呢？我买的最少的分量一共有6颗，价格呢是50台币，给大家尝一下吧。说这个白色头下先咬掉，然后吃起来非常的涩，然后舌头呢有一点点麻麻的，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尝试了，反正我是吃不习惯。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它的回味啊，它的尾调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在嗑瓜子那种味道哦。从西门町往南走，就来到了廣州街的艋舺龍山寺，它呢也是泉州3億人的信仰中心。当时的泉州3億人来到这里啊，就是从事跟茶叶、藤条相关的贸易工作的。插个局外话，这里好多的站街老鸨啊。提起艋舺，大家联想到了应该就是同名的台剧，讲的是台湾的江湖古惑仔啊。其实啊，早在清朝的时候，泉州的3億人呢，就在这边组织过几次军事化的行动，和漳州人的战争啊。所以说，当时的寺庙就不是单纯的拜佛的地方，还是有些军事、管理、政治的用途在的。曾经我
我茫然前行，暗夜的路上，微风刺痛着灵魂，找不到应该的方向。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，《周处除三害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幕，陈三桂在关帝君面前来占卜，问要不要去自首啊，结果9次都是圣杯，用的就是这个啦，这应该叫做自教吧？其实呢，就是道教里面的问卦。自教，当地人称之为交杯，是闽南文化中信仰道教的延伸。人们心有疑惑之事，拿不定主意时，通常通过交杯的方式来请神明指点迷津。在自缴前，要先向神灵说明自己的姓名、岁数、生日、户籍地址、现居住址和请示之事，再自缴。其卦象一阴一阳为圣杯，表明神明允许同意；两阳面为笑杯，表明神明一笑不解；两阴面为怒杯，表明神明否定、愤怒。去不去印度？去不去印度？圣杯，2次圣杯了。3次圣杯。在 Airbnb 订了一间民宿，这边要签合同的啊。这边价格呢是190人民币一个晚上，就这么小的一间房子，一个公用的厨房，然后这边呢是公用的卫生间，还有洗衣机。来到台湾呢，总不能错过台湾的夜市。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临江街的观光夜市，来这边逛吃，非常多的美食啊！这里有猪血肠，还有肉夹馍，还有排骨酥，还有山东鸭头。可以听到啊，价格都是50。这边呢不只是吃的啊，还有很多的商品，就是比较平价的商品啊。这是十字路口卖的最好了，就是臭豆腐了。这边还有好多别的吃的。整个夜市呢，它是不单只是台湾的美食，是全世界各地的美食都融合在一起了。这边看到有一家排很长的队，过来试一下一个盐水鸡。这边点单也是自助的，好像老广州的点单方式啊。我点了半只盐水鸡，还有米血糕，还有苦瓜。那个盐水鸡已经点好单了，但是要排队很长时间。先来这边点点别的吃的，填饱肚子先。这边有一个深夜食堂，都是一样的，跟广州一样的，都是这样子点单的。价格也好实惠啊，像卤肉饭才40，便当的话才120，大部分都是在80左右。扫一下码就知道到几号了啊。现在是277，我的是295号，还要等。100块钱的卤肉便当，这就是卤肉饭，然后配了3个菜，好划算啊。还有一份拌鱼皮，价格是60台币。鱼皮是甜辣的口感的，吃起来很爽口。我感觉我已经吃不下了，等一下还有那么大一份盐水鸡。我的盐水鸡已经拿到了啊，先尝一块鸡肉。它这鸡肉是有嚼劲的，但又不会粘牙。皮呢就是脆脆的，也不会太咸。这个是米血糕。其实整个台湾的食物的口感都不会太重，而且很贴心哦，里面一块骨头都没有，它全部都去掉了，所以吃起来也很方便。而且它的鸡皮做得很好啊，它不会吃起来觉得腻的，而且呢是那种 Q 弹的，爽口的。就好像在吃鱼皮一样的，好神奇啊！苏培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梦传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，也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无了然，悬着上走笔至此刻。
哦，那还挺大的。它很大啊，这一整片是他都不给人家看啊，你看他整片的不给人家看啊。这李登辉的住宅啊。哦，他是租的，不是他的。国家出钱的。哦，就国家出钱给他住的。就这里有姜卫国，现在被拆得破烂烂。对啊，破烂烂，然后现在就是被陈水扁拆掉了。啊，大家可能不熟悉，其实姜卫国就是蒋经国的弟弟啊。蒋经国就包括在台湾的话，可能对他的看法是标贬不一嘛。对啊，就是分成两派啊。有些人对他不好，觉得他跟他爸爸一样啊。可是我们认为，很多人认为他毕竟对台湾会有很大功劳，10大建设也是他弄的，到现在这些都是还在用的基础建设都还在用啊。这些功劳应该算他的。然后半导体是吧？半导体，也是他任内他的底下的人决定的，这个功劳都也应该要算他的。对。那像台湾的民主，他是他来开放的吗？还是？对啊，他是开放党禁报禁，老兵就可以回大陆探亲，这些很多都是他开放啊。虽然他也承袭他爸爸之前的，可是毕竟这些民主的过程是在他手上开放的。这个就是碉堡了，是吧？对啊。对，干嘛用的呢？这就是防止伞兵登陆的用的。就是以前防止大陆的伞兵。哇，挺有意思的。现在都废弃了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这里就是曾经的美军俱乐部，现在改成一个咖啡厅的餐厅。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1966年完工的，然后这是当时的权力中心了，对吧？就是民意代表在这边开会，立法干嘛都在这里。但现在这个权力就转移到了立法院去了。这里就是国会啊，相当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啊。这个是老蒋经国，然后李登辉坐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普通人可以体验一下。给大家体验一下第一视角啊！祝愿各位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长命百岁，能够活到100岁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山楼的第100层台阶啊！祝愿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我要介绍的地方是国宴厅，这里是3楼的大餐厅，又叫国宴厅。用餐的时候，上面再摆一张无耻之心大圆桌，因为现在不用餐了，我们就开放参观了，所以我们把大圆桌全部收起来，收到后面库房里面收起来。都是同一个人，他在大陆时期就叫蒋介石，来台湾之后，因为他感觉在大陆时期没有做好，所以来台湾就他叫蒋中正总统。所以你跟外国人介绍，要介绍蒋介石，我们都会去了解一下他都讲什么话，什么口气。他通常问2句话，第一个话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怎么讲？或者是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这2句话你听不懂，那你就不要玩了，就没有资格玩了啊。那么，那你怎么解释？你听懂之后你怎么说？那个年代啊，姓毛、姓周跟姓张最倒霉。你在长官面前千万不要班门弄斧，长官都很笨啊，长官很笨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也当过长官，我都当过长官。长官只会写一个字可，如果你看到长官给你写个大可。那就是不必的意思，懂我意思？画个大可就表示不必，这个案你不要讲，不提，出去，不。要不就写个来谈，说长官只会写这3个字，长官聪明吗？长官笨得要命啊，不能笨啊，这就写来的，来，可不可？可。所以你不要把长官想得很聪明，别把长官想得很笨，你就过关了。先过关再说嘛。当时我被召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当军人的，那我们就不谈军事。我跟他谈别的东西，然后说你喜欢看什么书？我说我最近研读《唐诗300首》，哎呀很好，你背一首来，我马上背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头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哎呀好，过关了，多好一关！不管有没有才华，有没有学识，先把这一关应付过去就好。好，那么他过关之后，他把他那支笔会摆在右手边，表示你通过了，就走这个门出去。这个升官门，你没有通过，认为不合格，他把笔摆在左边，随后就把你从那个门带出去。走回头路，所以说
导游带你走路参观，走回头路，这个导游不及格，你知道吗？要走新路。你看我今天没有带你们走回头路，我都走新路。那么两蒋时代他们的活动空间，到了李登辉上台之后就不来这边玩了，就跑到总统府前面那个台北宾馆跟那个圆山大饭店那边去玩去，就不来这边玩。所以这边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是两蒋时代所留下来的活动的空间啊。那么蒋中正总统跟蒋经国总统来主持军事会议都坐这个位置，当然位置都是换比较大点的椅子啊。前面舞台就是当时他们摆的状况图在右边，地形图就表示大陆状况摆在左手边。从中山楼那边过到这边来呢，是阳明书，这里呢就是老蒋居住行馆的啊。这以前的宪兵的改造。他们是过来扔垃圾的吗？我还没有听到过。礼拜3跟礼拜天没有收哦，其他都有，其他都有。然后你看他那边那一台就垃圾分类哦，这个收厨余跟那个那个叫什么？给猪吃的。对，就厨余嘛，对，厨余。然后这个是给这个垃圾，这纯粹垃圾。那像他们这样分类的话，就是有没有什么好处呢？烧那个的炉子会延长它的寿命啊。因为我是说，是对市民来说的话，他们肯定会嫌麻烦嘛。对啊。然后什么时候他们就不分类，直接都扔到那个。那你费用就高啊，费用就高。哦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占体积啊，看你要不要啊。哦，明白了意思啊，就是说你要是扔那种垃圾就贵，对。然后这种就是便宜的，要扔这种就不用钱哦，不用钱的。这回收啊，你看那纸箱，政府就可以拿去卖啊。刚刚那边收完了，然后就来到这边收，其实距离也不是很远。对。但它是已经规定好每一站的几点几分，对。哦，就很细分了。对啊，那你就时间到你就会。对，要是你过了时间他就走了，不理你。对，不理你。假如你是上班没时间扔的话，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去他们定点的垃圾桶去扔。对啊。对，又或者是说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办法定点，它规定你自己到那边去扔。哦，就只能这样子。永和豆浆。这个是冰的，豆味很浓啊，还能喝到一点点粉粉的豆渣。喝完豆浆，试一下他们的米浆，价格都是25，喝起来就好像在喝芝麻糊一样的，非常的不错。尝一下它的小笼包，料都很足啊，里面全是肉，而且吃起来很鲜的。这里就是台北的信义区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是地标101，也是现在台北最高的地方。这个区域呢，也是台北最繁华的地方。往这边走，这是他们的市政厅，旁边就是他们的市的议会厅。再过去呢，就是国父纪念馆，孙中山的纪念馆。大清国人人有病，被奴役者却以为自由者，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，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。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，那天下之利权亦自当人人所共享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这不是民治主义，这是治民主义。这种无益国民的主义，它更是专制。治公治政之三民主义，去战胜封建社会治歪治私的专制主义，去创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国。用革命的方法，用革命的嚟救中國。革命嘅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哋嘅三民主義。
在台北的这些天，莫名的熟悉感无处不在。啊，我想起了周杰伦有时光机。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，想看你看的是我为你发了疯，你必须奖励我。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。这就是回不去的青春啊！在台北，你不用去任何景点，戴着耳机，听着那时的流行歌曲，漫步在街头，走进一家不知名的小店，悠悠摇曳的思绪碎片，仿佛只要触碰就能听见。